看一些专员，就是运动的专员。我看，比如说50年前跟30年前跟现在，但我只看足球，因为我喜欢看足球跟冲浪。但我觉得这两个运动现在其实专员看起来他们技术比较好。对，对啊，所以我认为足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。啊，是啊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它第一个它需要很强的体能，第二个它的腿很活，它的腿活，腿活跟松软是两回事哦。足球运动员他不见得能做一个劈叉，对，他们做不出一个劈叉，可他的腿很活，腿很活，在那个小范围内腿很活，腿很活，他第一个他的头脑就很活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真正的运动员，真正这种的运动员，他们头脑都非常好。他不做运动员了，他出来搞生意、搞商业，头脑都非常好。啊，所以足球的脚部运动非常细腻，对发育是很好的，对开发头脑是很好的。晓得吗？是他去练别的运动就变成，因为他已经对精神都放。所以小孩子去练足球，长大以后呢，你就好了，你就去练其他了。所以我说你要把每一个东西当成工具，它是为我们所用。我这个阶段需要它来开发我某一个部分，我就用它。用了我开发，我觉得我达到目的了，我就这个就不要了，我就去找另一个开发我其他的部分，听不懂？所以真正的聪明人，他不会不会那么死脑筋啊！我踢足球，我就是足球人，我一辈子就是足球第一我打篮球的，篮球是世界最好的运动，篮球第一，我终身奉献篮球。人常常陷入到这个里面。我最近谈古琴的，现在大陆很流行谈古琴的，就是说，古琴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器。它会怎么样，陶冶性情啊，什么啊，一大堆讲，最好的。听音乐的人说，常常听音乐的人说，除了古典乐，其他都是垃圾。我听到吹尺八的人，吹尺八的人说，尺八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器，它可以怎么样。拉小提琴的说，小提琴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器；弹钢琴的说，钢琴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器。这种你到每一个行业去，都有人讲，他所从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在这个方面，他达到了一种领悟了，他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好了，晓得吗？可是他把生命都放在这个地方了，他没有时间去领悟别的东西的好了。其实所有的东西的好都在于哪里啊？都在于人。这个东西境界高境界低，好跟不好，关键不在那个器物，器物永远是器物，关键都在人。弹钢琴能不能弹出来古琴的那个韵味？可以呀，古典钢琴里就有啊，现代钢琴里也有啊。吹萨克斯风能不能吹出来那个尺八的韵味？可以呀，只是你们没有听够啊，你们没有听到罢了啊。可以呀，人家非洲只有一根弦的波弹乐器，一样有它的境界啊。人家只有一根弦啊。
晓得吗？所以我们中国文化的教育是什么？是教育人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工具，都是用来什么？用来教育这个人的。工具不是目的。所以不要为了什么为艺术献身呐、为文学献身呐、为这个献身，为那个献身，本末倒置了，晓得吗？都是为人存在的。我们不存在的时候，我不存在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不存在了，是吧？这些东西存在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存在，同意吗？世界上所有的这种东西存在，文化文明这种东西，所有这种东西存在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人存在。人不存在，有人模拟过吗？人类如果不存在，这个世界大概几十年、30年、50年之内，人类创造的所有这些高楼大厦、所有的建设的东西，全部被大自然淹没嘛。所以要搞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，因人而存在的。为什么因人而存在？因为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人的生存。所以你们学任何东西都是目的是什么？目的都是来帮助你生活的更好。你不是为他献身。所以我说现在很多武术界那种打斗什么那种东西是头脑有问题。你去搞那些东西，把你自己打得伤害。谁是主，谁是仆啊？谁是本，谁是末？谁是主体，谁是工具？晓得吗？搞不清楚啊！所以如果说我教的东西对你们会有点帮助的话，最大的、最根本的就是在这边，因为现在搞不清楚的人太多了。所有的商业的行为，所有的社会政治的行为，政治的宣传、商业的宣传，所有的宣传都是让绝大多数人搞不清楚。都是要大家以他们宣传的东西为主，你是仆。听不懂？这个要搞清楚也不容易，你要坚持得住，也不容易。但是要常常保持这个心，不要忘记这个心，这个宗旨。有时候你迷的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就醒了你就会停，你就会回来，你会重新思考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，你就会回到你自己的中心了。这样不懂？好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你们可以去搞一个，我慢慢教你们相关的手法、身法、步法啊。这个东西作为防身自卫的东西，可以的啊。这个你说它原来叫什么？酷棍啊？我知道，酷棍。有酷棍，好像菲律宾不是菲律宾的，好像也是美国那边传过来的吧？它原来就是一根短棍子嘛。对，所以很多东西啊，很多东西啊，中国武术或中国一些枝微末节的东西啊，人家学去了，把它商业化。给它换个名字，换一个定义，然后重新卖，它变成一个商品了。
我们自己不懂得把它变成商品，我们头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头脑里面没有，就刚才我讲的，我们头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就不会去做。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头脑里面啊，没有自然的把一个东西变成商品的这样子的本能性的一个直觉。我到美国教拳，欧洲教拳，接触西方人也不算少了。这种把任何东西变成一种商品的这种的思维，是他们天生存在的。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你去看欧洲有很多了，你到市集去看，有很多，他就卖一些他的在巴基斯坦的石头啊，把它做成一个项链啊，编成一个项链手环啊，拿来到印度来一个什么东西啊，拿来在欧洲的市集卖。我聊天嘛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一个背包客，他就是背包客，他就是全世界去玩。可是他在玩的过程当中，他不会忘记我回去要怎么生活，所以他会收集一些他认识的，或者他能够取得的，或者什么东西回去，或者写旅游的一些书，旅游的感言，旅游的记。无论如何，他会把他走一遍的东西，他会随时会找到回去以后可以变成商品的东西，这是他们天然存在的本能。我们大部分人，中国啊、台湾啊，很多你看东方很多背包客，他就背包出去了，背包出去又背包回来了，荷包变少了。你学到什么？没有。你有什么回来以后再从头来，从零来，再赚钱，再回去花光。这两种思维差异非常大。刚好是早上我从来台湾的时候，每次特别是一些台湾的阿姨，他们就问我，你是哪里来的？我是俄罗斯来的。然后他说俄罗斯有什么可以跟台湾做那个贸易？我就想到就蜂蜜啊，什么松子之类的。对啊。那你就把那带来跟我们做生意之类的。然后就常常遇到这些，然后就感觉听到你是德国人，那你可能德国有什么好的就可以我们做生意之类的。但是大部分都是隔天都会忘记。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话题。可是不是他的本能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的本能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啊，想都没有想。你没有想要这个样子，可是你自然做出准备。但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永康街有开那个茶店，我最讨厌是欧洲的客人，因为欧洲的客人他们都来，然后都是茶店，你就是要泡菜给客人喝，他们就不好意思收钱。对。但是大部分亚洲，比如说香港、韩国。他们都来，就他喝了你的茶，花了你的时间，他就为了礼貌就给你买一个小东西，就几百块。但是欧洲人他们跟我说2个小时、3个小时就喝，差不多了，谢谢，拜拜。我跟你们讲哈，他讲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基本思维的差异。你到酒庄去，你要试酒是不是？试酒要花钱的。试酒要花钱的，除非是一些 home 就家里做的酒可以不要钱，可你试了有品牌的或者有一个等级的酒，你要花钱。可是台湾呢，喝茶试茶，你试再好的茶，商家也不敢跟你要钱，对，就是是吧？是吧？我就讲嘛。
头脑里面没有嘛，头脑里面没有那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种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不一样，我们是人情的处理方式，他们是商业的合约式的处理方式嘛。哎，我们到酒庄去喝试酒要花钱，我们认为合理啊，我们就很甘愿，你花不起你就不要试嘛。但老师我又发现，其实美国客人不会，美国他们很会卖东西。其实不是看哪一个国家的人啦，是看哪一个国家的什么人啦。那我猜是不是因为 capitalist， 是他们是也是比较像，就像中国就。你学不来啊！所以我们只有遵照什么？我们遵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，我们遵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做事情，我们自己还可以接受。我们如果勉强去学别人做的，可是我们的价值观没办法接受，我们去做那个事情，也许有利可图，可是我们心里面觉得怪怪的，我们心里面过不去，所以我们都是照自己的什么？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做事情啊，只是跟你们讲有这个差别啊。你看到这种不同的价值观，他们处理事情跟对待世界、跟对待人的方式很有趣，就是了所以我就借这个跟你们讲。我们的重点是在什么？重点是在让你们练出那个可能性，让你知道那个可能性。你不一定要练得非常的好，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可能性，而且你能够做到。好。